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有一家公司，它一个季度赚到的钱能超过丰田，也能甩开三星，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是，那一定是苹果、亚马逊或者微软吧？但答案都不是。它既不卖车，也不卖手机，更不是做电商。它的核心业务只围绕着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晶片，全世界90%以上的高端运算能力几乎都依赖它。听到这里，你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了。没错，就是台积电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台积电的名字早已不是产业内的冷门词，而是与英伟达并肩站在半导体金字塔顶端的巨兽。它的利润规模让三星的多元化帝国看起来都像是副业，而丰田这个被誉为制造业奇迹的老牌巨头，在净利润上也被轻轻压在身后。台积电的商业模式很单纯，不搞花哨的品牌，不碰消费终端，它只做代工，把别人设计的图纸变成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电路世界。但就是这么纯粹的角色，让它成为全球科技版图中最不可替代的基石。问题来了，一家代工厂凭什么能富可敌国？它到底靠什么在利润表上吊打丰田、三星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？更重要的是，当美国意识到自己数字神经系统的命脉被牢牢握在台湾手里时，他会袖手旁观吗？美国当然不会。这个曾经的半导体霸主，如今却要依赖台积电来支撑从 iPhone 到 F-35战机的供应链。这样的局面在疫情爆发、全球晶片荒，让汽车工厂被迫停线的那一刻，彻底触动了华盛顿的神经。美国终于意识到，世界上最关键的高端晶片几乎全部诞生在那个台风多发、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岛屿上，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。于是，一场半导体战争悄悄开打。第一记重拳是关税，华盛顿直接放话，可能对台湾半导体产品加征20%关税。乍一听像是贸易摩擦，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战略逼迫。如果真的落地，不只是台积电要头疼，苹果、英伟达，甚至整个硅谷都会被推上火山口，因为他们的晶片几乎都出自台积电。一旦成本飙升，整个美国科技链条都会被撕开口子。美国的算盘很简单，逼台积电把最核心的产能搬到美国本土来，但这还不够。第二招，美国祭出的是232条款调查。这个名字听起来专业又冷冰冰，但它的威力巨大。它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，绕过国会，直接对某种进口产品实施配额、关税乃至强制性限制。过去，它用在钢铁、铝这些传统产业，如今，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它砸向了半导体。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正式把晶片上升到国防安全的高度。换句话说，台积电不再只是商业伙伴，而是潜在的战略风险。结论几乎已经预设，对台湾晶片的依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。一旦盖章，美国就有法律武器，可以逼着台积电把最先进的制程工厂搬到亚利桑那沙漠里。而且不是建议，而是先决条件，要么来美国建厂，要么别想再拿美国的设备、技术与市场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面对这种强势，美国真的能抢走台积电的灵魂吗？表面上，美国端着晶片法案的大补贴，挥舞着关税和国家安全的大棒，看似台积电只要乖乖点头，就能在美国本土复制一个护国神山。但现实比政治口号复杂太多，就算一座工厂真的搬到亚利桑那，真正的灵魂能不能跟着过去？答案几乎是否定的。先说成本，美国的建厂费用高得离谱，人工贵，土地贵，水电更贵。台积电在台湾一座先进厂的投入，到了美国至少要翻倍。别忘了，美国还缺乏完整的上下游供应链，很多材料、零组件必须跨太平洋运输，这意味着每一片晶圆的成本都像绑了沙袋一样被拖高。再说效率，晶圆制造是世界上最精密的工业之一，不是你砸几百亿美元就能马上开出良率99%的产品。台积电在台湾能做到这种水准，靠的是数以万计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，他们24小时待命，随时冲进厂区排除故障。换到美国呢？在那种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文化氛围里，想要复制台湾那种问题不解决不回家的拼劲，几乎不可能。AMD 的灵魂人物苏姿丰就点破了这一点。他是台裔 MIT 博士，也是把 AMD 从谷底救上来的顶尖 CEO。他一针见血地说，把工厂搬到美国，成本一定上升，效率一定下降。
美国政府可以喊口号，但企业算的是账本，不是政治积分。问题更关键的地方在于，台积电真正的护城河不是设备，不是建筑，而是一个40多年打磨出来的产业生态。这个生态系统深深嵌在台湾的土地和文化里，根本不是一夜之间能复制的。第一个支柱是人才，半导体竞争，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。台湾几十年如一日，靠台大、清大、交大等顶尖学府源源不断地培养工程师。这些人一走进厂房，不只是书本知识，而是通过师徒制和无数项目磨出来的直觉。他们能凭借设备微小的电压波动，就判断出问题藏在哪一层工艺。这样的经验不是美国大学课堂能一夜补齐的。第二个支柱是供应链的地理集中。台积电的工厂大多在新竹，方圆1小时车程内聚集了上千家供应商。假设某台设备凌晨3点坏掉，美国工厂要怎么处理？先发邮件，再等货运，可能得好几天。台湾呢，工程师直接打给供应商，半小时后零件送到，问题当场解决。这种速度差距就是台积电良率和产能的底气。第三个支柱是基础设施，晶圆厂每天消耗的电力等于一座小城市，电压哪怕瞬间下滑0点几秒，损失就是几百万美元。台湾政府几十年如一日，把最稳定的电水交通资源往科学园区倾斜，让晶圆厂几乎可以闭着眼睛运转。而在美国，亚利桑那的厂房曾因水资源不足多次引发担忧，这就是硬差距。最后一个支柱是文化与信任网络，这一点最隐形也最关键。台湾半导体圈里，很多人毕业于同样的学校，说同样的行话，跨公司沟通的成本极低，而且彼此合作几十年累积的信任往往比合同还管用。有些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，而是一通电话就能搞定。这种氛围，美国沙漠里再豪华的厂也建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美国可以砸钱造厂，但它买不到台湾几十年形成的软实力。台积电的灵魂不是钢筋水泥，而是这个生态系统。只要人和文化还在，它就不可能被轻易掏空。美国想要的是一个能在本土支撑起未来 AI、军工、超级计算机的护国神山。他们甚至幻想，只要把台积电最先进的产能搬到亚利桑那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。可现实很快打脸，美国的亚利桑那厂已经动工多年，耗资数百亿美元，却迟迟难以量产。为什么？因为成本、效率和生态系统的问题，一个也绕不过去。台积电在台湾本土的厂像是一座高度运转的生态堡垒，所有零件、所有人才、所有文化习惯都为晶片生产服务，而美国厂更像是孤零零的孤岛，要靠外部不断输血才能维持。更残酷的是，就算美国厂最终顺利投产，它的成本也会比台湾高得多。晶片不是奢侈品，而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产业链环节，客户要的永远是最具性价比、最稳定的产出。换句话说，苹果、英伟达们会在政治压力下把部分订单分给美国厂，但当真正的核心设计、尖端产品需要量产时，他们依然会优先选择台湾，因为台湾的厂更稳、更快、更便宜。这就是美国的困境，他们能建出一个昂贵的复制品，却抢不走真正的灵魂，就像是买来了一把名厨的刀，却没有那位厨师几十年的手感，做出的菜还是差了几层境界。那么，台积电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？当然不是，恰恰相反，它正被推上了全球最危险的棋盘。一方面，美国是它最大的客户，是 EDA 软件、光刻机、核心设备的来源，任何一点政策调整都可能左右它的命脉。另一方面，大陆市场同样庞大，若完全倒向美国，台积电会丢掉巨额订单；若与大陆过于紧密，美国又会出手制裁。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，逼迫台积电必须在两大势力之间走钢索。它既要维持与美国的合作，避免被切断设备与技术，又要在商业上保持灵活，不至于被绑死。可以说，每一步都不能踏空。你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场隐形的博弈。美国拿着法律和关税，想要把护国神山拆走；台湾拼命守护生态系统，希望灵魂不被掏空；而台积电夹在中间，要用商业逻辑和工程效率抵挡来自地缘政治的巨大压力。换句话说，这已经不只是台积电一家公司生死的问题，而是台湾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命运。几十年来积累的人才、供应链、文化和信任，能不能在未来10年继续稳固，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
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能不能建厂，而在于台积电的灵魂究竟是什么。有人说是那一台价值上亿美元的 EUV 光刻机，没错，这些设备的确是晶圆厂的神器，没有它们，先进制程根本做不出来。但问题是，美国买得到，三星也买得到，日本也能买得到，那为什么只有台积电能把它用到极致，把良率逼近100%？有人说是张忠谋的天才战略，确实，张忠谋开创了专业代工模式，让台积电跳过设计与终端，专心做好制造。但张忠谋早已退休，为什么台积电的优势依然牢不可破？答案很简单，台积电真正的灵魂是40多年积累下来的无形生态人才、供应链、基础设施、文化与信任网络。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比任何设备都更难复制。人才是靠几代工程师日夜苦干、传帮带磨出来的，供应链是靠几千家企业在园区里互相磨合，形成1小时解决问题的速度。基础设施是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倾斜资源保障水电的结果。文化与信任是一个产业共同成长，经历无数次危机之后才形成的默契与合作氛围，这才是台积电的护城河。美国想搬走的是工厂，但它搬不走的是人心与文化。正因如此，台积电才会被称作护国神山。它守护的不只是台湾的经济命脉，更是全球科技秩序的稳定。当然，这座神山也并非坚不可摧，台风、地震、地缘风险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制造巨大冲击。正因如此，美国才会执意要把部分产能分散到本土。长远看，美国版的台积电厂或许能在军工、国家安全层面承担责任，但要在商业上全面取代台湾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未来的局面会是什么？大概率是一个新的平衡，最尖端、最具规模的产能依然留在台湾，美国得到一部分战略性产能来安抚安全焦虑，而台积电则在2大强权之间摇摆，努力守住自己的独立性。这也是它最大的考验，它必须继续投资研发，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先，同时维护生态系统，让台湾的优势不可动摇。只要这4大支柱不崩，它的灵魂就不会丢。想想看，这是多么吊诡的局面！一家代工厂不生产终端产品，却掌握着全球数字世界的生死开关。美国、欧洲、大陆所有国家都绕不开它。它既是台湾的护国神山，也是世界的科技心脏。所以，美国能不能抢走台积电？答案很清楚，它可以挖走部分砖瓦，却抢不走真正的灵魂，因为那份灵魂深深扎根在台湾几十年的土壤里。这就是台积电的奇迹，也是这个时代最不可思议的经济故事。